可心怎么了？你怎么状态这么差？今天早上又没来，是不是又喝得烂醉起不来了？叶子，你说如果犯什么大错，面谈上他会怎么处理我呀？你面谈上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吗？犯了大错，可不就是犯了死罪吗？这回又是什么原因呀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李可欣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你以为你谁呀？我都进公司2年了，2年了，我那么喜欢你，你呢还是冷漠，你没有心，你不是人。我不担心，我算是彻底完了。李可欣，你眼睛是长在后脚跟上了是吗？给我过来！不好意思，孙总，不管是昨天晚上还是刚刚，我都一直在给你添麻烦。好，你的道歉我接受，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了。今天，只要有今天的过去了，那昨天的呢？昨天的事儿有必要好好说说，对吧？集体不用的，你不用这么认真的，盛总。我昨天大都是喝多了耍酒疯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看来你很清楚你昨天晚上对我说了什么，那就不叫耍酒疯，对吗？我真不是有意的嘛，你原谅我一次。于可欣，你的心意呢，我都了解，我也很感谢你这2年来对我的喜欢，但是你后面骂我的那些话，我并不认同。骂你的？狠心、冷漠、没有真心、冷血动物之类的。我知道我平时工作上比较严谨，让你有些误会，但工作和感情就是应该分开。再加上你也并没有让我感受到你的喜欢，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的问题。这当然不是您的问题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喝了个酒耍酒疯。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我给你这个机会让你追求。他说什么？给我机会追求他？服了服了。叶子，他这咋了？这大白天酒还没醒。别可心烫，可心好烫好烫好烫！你嘴没事吧？这水多烫呀！所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他是不是憋着什么坏招整我吧？开始吧，负责人汇报一下项目的进展。盛总，该项目已经进展到80%了。不看他就行，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接着说，刘可欣，你在干嘛？赶紧起来，面谈正在看你。来，大家先把手里的工作停一下，我有件事儿要跟大家说。这位呢是我们瑞尚新上任的副总程佳期，程副总，大家欢迎一下。程副总，欢迎欢迎。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共事，之后呢也少不了各位的支持，还请多多。可心，赶紧把文件交给面谈生，他说一上班就要的，千万不能耽误啊！中午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我先走了。叶子，你这是害死我！给我追求你的机会。哎，你没事吧？不用，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他是在故意躲着我，为什么？我又不会吃的。我手里拿着的是盛世周年30周年庆典的公告，盛世集团把这30周年庆典策划案交给咱们瑞尚。盛世集团居然把30周年庆典这么重要的活动交给我们瑞尚，不容易啊！盛总，那这次策划是谁负责呢？盛总，我想试一下。可惜，你干嘛？别乱来，这任务太难了。盛总，我想试一次这个方案。于可欣，你可想好了？这次的任务
可不简单。这是盛世集团30周年庆典的策划案，就交给你了。但是还有2天就要进行第1次的研讨会。好的，我知道，盛总，请放心交给我吧。那后天早上会议室见，去忙吧。哎，好好干，于可欣。好的，谢盛总。于可欣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不是烫手山芋，时间紧任务重。知道，可是我都进公司2年多了，你们手头上都有好几个大策划，就我什么经验都没有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欣，但是如果这次做不好，你就危险了。你这简直就是在打赌。不这么倒霉吧？不要啊！没事吧？还能开机吗？死机了。研讨会要紧，先拿备份吧。口头报告也没有强。全在电脑里面，没有备份。于可欣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真的是非常抱歉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对接好策划案的方案，真是非常抱歉。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排队等着拿这个策划案吗？我们大老远来，你们去搞这出，行了，没得可谈。是我们的问题，请您再给我们1次机会，我保证明天一早就把策划案做好。你们也知道，你们拿到这次机会也挺不容易的。哎，你们还知道这个机会拿的不容易啊？别搞成这个样子。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对不起，盛总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造成的问题。于可欣，你工作2年了啊，这2年你都学什么了？做备份，这是最基础的，你还要我教吗？不用，真的都是我的问题，都是我的错。道歉有什么用？机会只有1次，浪费在你手上了。你是3岁小孩吗？啊，走路都走不好。我今天表现真的太差劲了，让您失望了。当时我真的很想弥补这次的失误，我也知道离策划最终敲定还有2天，我会重新做好的。于可欣，今天那几位负责人说的话你也应该听到了，你已经失去了这次机会，他们不会再给你回旋的余地。我知道，可是哪怕只有1%的可能，我都想再试试。再给我1次机会吧，盛总。行，那你去试试。哎，你好，我是瑞上负责这次策划的于可欣。哎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已经把瑞尚剔除了，你等着1天好矣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也不想让你重新考虑。这是我的策划案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即使你不采纳，你看看也足够了。哎，盛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这边的工作刚结束。我这边也是，那我就先回去。哎，于可欣，今天辛苦了啊！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你都努力了，所以没关系。谢谢盛总，是我给您添麻烦了，而且还是我让瑞尚失去这次机会。那我先回去了。盛总，您找我啊，我刚刚接到盛世集团负责人的电话，他们说盛世集团30周年庆典的策划案，他们决定就用你的方案。真的？我真的成功了！前段时间盛世集团30周年庆典的策划案是交给于可欣来做了，虽然中间有些坎坷，但今天早上我已经接到了盛世集团负责人的电话，于可欣的方案已经正式通过了。天哪，可欣太棒了，你成功了！首先呢，我们给于可欣最热烈的掌声，因为她也为我们瑞尚拿下了这次机会。好，来，这次策划案的奖金已经下班了。
回头你去会计那领一下。哎，盛总，于可欣奖金是多少啊？您说出来让我们羡慕羡慕呗。100万。不愧是绅士，100万，于可欣你发了。盛总，您忙吗？我有事想跟您说。还行，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那你今晚有什么安排？暂时没什么安排，怎么了？哦，我想请您吃顿饭，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忙盛世集团的事情了。不管是之前呢，还是这次，我都给您添了挺多麻烦的。而且嘛，这次奖金也离不开您的帮忙嘛，所以就想请您吃顿饭。这个倒霉大师开窍了，终于要开始追求我了，那就给他这个机会吧。好，那就一起吃个饭。这里氛围怎么样？我自己经常过来，好的唱歌。是挺不错的。这一杯我先敬你，感谢你之前帮我的那些事。我先干了，你随意。行，你先弄。这酒还挺好喝。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喝一杯。你呢？你给人了，这么一大杯酒都喝完了。于可欣，干嘛呢？他就是我今天新交的朋友，他叫于大师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刚才喝多了。你明天一定死在我手上。于可欣，真的死定了。这个长得真好看。你真好看。于可欣，把我惹急了，你自己睡着了。好，你等明天早上，看我怎么折腾你。先生，那位姑娘的衣物换好了，现在岁正兴。麻烦您了，刘姨，大晚上把您叫过来，我让司机在门口等您了，一会儿送您回去。好，先生您有心了，第一次见您带姑娘回家，看着姑娘挺可爱的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合适就处一处吧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刘姨。那我走了。这是哪呀？我脑子那是什么画面？我居然搂他脖子叫他面瘫声，还抓着他的脸！完了！死定了！等会儿我还强吻了他，还扒了他的衣服啊！为什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我衣服都换了啊！我把我老板给杀了！去哪儿啊？嗨，盛总早啊！过来。我都叨扰你一晚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让你过来。没事，于可欣，就张照片就好了，能蒙混过关就好。昨晚喝的有点多了，可能都不记得了。我应该没给你添麻烦，谢谢你收留我，谢谢。不记得了，是吗？那我让你回忆回忆。于可欣，问题就出现在你这张嘴上，占我便宜的，说我坏话的，骂我的，都是你这张嘴。你说我该拿它怎么办呢？我真的很抱歉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喝了点酒就要耍酒疯。那清醒的时候呢？清醒的时候，我没有想问我。什么？
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于可欣，你又逃跑，没关系，上班的时候看你怎么面对我。盛总，早上好。走。今天的他看着好不一样，难道是因为太正常了？也是，每次的他好像都不太正常，挺可爱的。怪不得今天在外面主动打招呼，原来是卫生也打扫了，还准备了早点。今天表现不错，就当没大碍。走吧，去吃饭。今天辛苦了，以后卫生就不用打扫。还有，早点还不错。好的，知道，盛总。那天的事我没放在心上，你也不用紧张，以后少喝点酒。好的，给您添麻烦了。盛总，希望你睡个好觉，明天见。你们看我们策划部的群了吗？什么呀？看到了，听说今晚咱们又聚餐。哎，可不是嘛！哎，又是一大笔钱，别的部门都有领导跟着去，然后买单。面瘫生根本就没有这可能。是啊，面瘫生从来不参加公司任何聚会，我看他根本就不好相处。可心，啊，其实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，你们就没有人去邀请他试试吗？他脸色那么臭，谁敢邀请他？要不我去试试？今晚我们策划部聚餐，想邀请你去。那你呢？也想让我去吗？我当然了，当然想您能去。好，那我去。喂，听说你们叫了面瘫胜，他怎么还没来？可心，咱俩打个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就赌面瘫胜他不来，如果他来了呢，我给你1000；如果他没来，你给我1000。赌就赌，他一定会来的，他答应我了都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路上有事耽误了，来晚了。可心，你赢了，盛总他来了。面瘫胜，我就知道你会来的，你一定会来的。他这是干什么？不会在这儿亲我吧？对不起，盛总，我知道犯了死罪，请您原谅我。你不原谅也行，但你千万不要气坏了身子，我一定会安分守己的。所以，我人都陪在那边，你在给谁道歉？对不起，盛总，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，但我以后一定会当牛做马报答您的。哎，可心，你还别说，他们两个居然意外的般配，又是青梅竹马。面瘫生面对程副总的时候也不面瘫啊，也是会笑的。我觉得一般啊。哎呀，你别八卦了。好了，我马上就过来收的。对不起，我没看到你，可心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刚刚也没注意到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不怪。好大一片都起泡了，不行，咱赶紧去处理一下。佳琪，你先看一下，我出去一下。盛总，小倒霉蛋，我真搞不懂，你怎么每天摔跤啊？痛不痛啊？下手重吗？没事，已经不疼了。可心，你讨厌我吗？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你不是，不要这么说。我其实，小川怎么会喜欢那个于可心？长相一般，工作能力也一般。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过分之处。陈副总，您找我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也是初来乍到，所以我打算把第一个案子交给你来做。
来，这些啊都是资料，你先拿回去看，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问我。怎么了？是有问题吗？不是，就是感觉这个案子好像不太容易。但是陈副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办好的。好，那就后天早上交给我。啊，后天早上？就这个案子，后天早上会不会太赶了一点？能再多给我一天时间吗？于可欣，你是第一天来上班是吗？甲方定的时间是我们能随意篡改的吗？公司还干不干了？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你是让你解决问题，不是让你来给我制造问题的。那个，好的，陈副总，那我先去赶方案。怎么样啊，可心？出发程副总那还是不行啊？你都改了几次了？对呀，时间这么紧，这个内容根本就没接触过啊，怎么办啊？我好怕做不好。我也帮你看看吧。这个内容就连我也只做过一次，它太为难你了。你别着急啊。我根据您今天提的问题更改了一下，你看一下。这就是你调整之后的方案，理念是按照我说的改了。你把整个大方向都给我调整了，这可是客户的基本要求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拿回去重改。可心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加班？对啊，陈副总有个案子给我，我明天早上就得交的，就有点急，我今天必须弄完。哟，盛总大驾光临，怎么突然来我这儿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听说你接了个新案子，给我们策划部的于可欣了，是吗？消息挺灵通啊。这个案子给的有点急，虽然说有些难办，不过如果做好了，那可是好处比坏处多。而且我看策划部的于可欣经验太少了，我也是想让她多历练历练。这样啊，我们于可欣呢，虽然经验少点，但我觉得能力还不错。能力不错，进公司2年多了，这进步有点太慢了吧？陈副总，这是最后的终稿，您看一看。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，那我就去安排研讨会了。就这样吧。可心，这2天在工作上对你说话有些重了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不过，你的进步确实是有些太慢了，得加把劲儿了。好的，陈副总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喂，你好，盛总，我是于可欣。我知道是你。那我这周末可以请你吃顿饭吗？毕竟你帮我太多次了，我总不好回报点什么。好啊，那就等你消息。好的，盛总，那晚安。我的天哪，他一直都这么帅的吗？怎么平时没发现？糟糕了，妈呀，他好帅呀！于可欣，于可欣，发什么呆呢？没有，盛总你来了啊，等很久了吗？路上有点堵车。没有，我也刚来不久。您快请进。盛总，你看看他们家的火就这个吧，这家火锅店我比较熟。茶奶，先吃先吃。原来真的就只是吃饭，难道不喜欢和我聊天吗？还是他单纯的只是喜欢吃饭？
盛总，楼下就是那个有名的步行街，咱们也吃饱了，要不要一起去散散步啊？好，那就一起去走走。所以，一姐怎么开口的？这是有多喜欢我呀？眼神真是一刻也没有离开我。那个龙小姐是想自己吃一下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你能听我的话说。他这是什么情况？不会跟我表白吧？那我要怎么回答呢？马上答应有点仓促，拒绝他的话又会让他伤心吧？好，说吧，我认真听。其实上次村子里求你说，因为当时刚分手，而且你跟我前男友的姓名就差了一个字，他错了，就少了件，真的不好意思。你说你打错电话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我还以为你真的……主要是当时我前男友也在同一个公司，这肯定会让上级知道我的办公室恋情。于可欣，我是吧？你不能好好看路，我真不明白了，这么大个人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？你的脚回去好好敷一下，下次好好看路，知道吗？走吧。于可欣，还说我的于可欣，你这找人的速度也不慢吧？少给自己扣清高的帽子。陈东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混蛋是吗？他只是我同事。哦，也对，这哥们儿怎么可能看得上你这种什么都没有的女人呢？这混蛋的嘴是真的臭，于可欣当初是瞎了才跟他在一起的吧？我是于可欣的追求者，我们可欣当初是中了邪，才会看上你这种货色的。盛先生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季度的新款。都挺不错的，那我都要。好的。哎，叶子，这一次我就不去了吧。我还想着给盛总买身衣服呢。我前面撕了他一身，后面又吐了他一身。他那衣服一看就不便宜。他是大人有大量，不跟我计较。我总不能厚着脸皮不当回事儿吧？哎呀，先不说了啊，我晚点再给你打。哎，你好。你好，女士，这个衣服有没有价格？那它多少钱？这一套是咱们的最新款，是7999。那要是这个价格？这个加衬衫加外套的话是19999。1万？这太贵了吧？那没事，我现在看看。你好，这个衬衫加外套现在打折，打1折。打折？对，是的，然后打完折是1999。请问你要吗？可以，那帮我把这一套包。哟，于可欣，居然还能看到你给男人买那么贵的衣服，不会是跟我分手了以后要随便找个男人讨好吧？我讨好谁关你什么事？就凭你也配穿这么好的衣服吗你？哥哥，他是谁呀？你怎么还是这么土里土气？他呀，不用管，死缠烂打的前女友，之前还每天晚上哭着给我打电话呢。不过那的确是个比不上。陈东，我当初就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样的东西。1个月前我还是你的女朋友。小三配渣男，天生一对，祝你们早生贵子。什么陈东，你混蛋！可是你陈东，别是让我遇到你！不是宝贝儿，你别听他胡说。
尺寸挺合适的，换上去给他看看。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不在意，还是太忙没注意？盛总，我真的没有摸鱼，真的在很努力的工作。什么？我没有摸鱼。于可欣，到我办公室来。盛总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最近应该没有犯错吧？不对，我绝对没有闯祸。这是你送的衣服，衣服很合身，可是盛总笑起来一直这么好看吗？真的很好看。叶子，你说面瘫盛算好看吗？面瘫盛那张脸也没见他好好用过，你让我怎么评判？应该也算不上丑吧。可是他笑起来真的挺好看的。哎，可心啊，我们要和你策划案公司的几个人一起吃个饭，你收拾一下。我就不去了吧，陈副总。他们觉得你案子做得不错，刚好也想见见你。我也在，不好拒绝。我给你发位置，你赶紧过来吧。李总，跟您介绍一下，他呢就是这次案子的负责人于可欣。啊，您就是小于啊，啊，策划案搞得不错。林子你好，我是于可欣。来，小于，喝一杯。酒量不错啊，来来，再来一杯。人家程副总喝了那么多也没说什么。来来来，喝喝。哦，盛总啊，好久不见。李总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公司呢这个员工年纪确实是比较小，这样我陪您喝更合适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还盛总爽快，这杯我干了。来来来，陪您喝。我记得你是会喝酒的，怎么到李总这就不能喝了呢？我该完成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，这酒就非喝不可吗？应酬也是工作的一部分，他们是甲方，你今天就这么得罪他们？你这2年工作都学了什么呀？如果你觉得喝酒是应酬的一部分，那你自己去喝吧，恕我不奉陪，我就是喝不了。所以你现在让小川在里面帮你收拾烂摊子是吗？衣服给我，别进去丢人现眼了。下次合作个大项目哈。行，慢点啊。哎呦，慢点来，旁边。好，回头见。哎，回见。你慢点。哎，李总呢？啊，喝多了，先回去。于可欣呢？哦，他也有点喝多了，然后衣服也湿了，也就先回去了。小川，刚刚于可欣的什么样子你也看到了，李总是我们的大客户，你说他得罪了李总，我们以后的单子可怎么办呀？算了，还是等他出来再跟他说声谢谢，说不定还能再看看你。我跟你说话呢。啊，我听见了。你能不能先别玩手机了？行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今天挺辛苦的，要不咱先回去吧。你不知道今天这件事情吧？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啊，我是看了李总秘书小赵的朋友圈，我就过来了。小川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回国之后选择了瑞尚？你应该知道，其实我有很多更好的选择。我确实也挺意外的，但我觉得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我就没问。因为我想给自己的10年的暗恋一个结果。我不相信你不知道，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你了。佳琪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喜欢我10年？于可欣，你干嘛自作多情啊？
佳琪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今天我就是当你喝多了，我们就只是朋友。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有感情，我只是比于可欣晚到了一步而已。程佳琪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不是吗？我喜欢于可欣是因为喜欢她这个人，跟时间、地点、环境没有任何关系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你也早点休息。看来10年的暗恋又结婚了。咋，小沙？干嘛？跟见了鬼一样。好了，这2天呢，我也调整过来了。大家都这么多年的朋友了，既然已经说开了，以后就不用藏着掖着了。程佳琪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10年，真的太久了。于可欣，你来了，你这2天怎么请假了？前2天怎么没来呀？消息也不回。感冒了，太难受了，都没怎么看消息。公司没什么事吧？公司没事儿，倒是你状态怎么还这么差呀？都还没好全呢。哎，不过也没事。药带了吗？好好吃药啊。可欣，盛总给我发消息说让你上去办公室找他一趟。不过他怎么给我发消息，不直接找你啊？哎呀，没事没事。有什么事吗，盛总？为什么不回我消息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为什么不理我？我为什么要回你的消息？而且我生病了不舒服。于可欣，你很讨厌我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是朋友，不是吗？于可欣，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你知道吗？这几天你不理我，我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要那样？于可欣，因为我喜欢你啊！你骗人！你明明喜欢是程副总。谁说的？我没有，我跟他就只是朋友。我那年都看到你们亲在一起了。那天是因为他喝多了，他脑子不清楚。你看到了，那你为什么没看到？我马上就把他推开了，然后拒绝他了呢？没看后面，看不下去跑了呗。小倒霉蛋儿，为什么看不下去？因为于可欣，你还想跑？盛总，我觉得你对我只是一时兴起，你要不再考虑一下？于可欣，相信我。盛总，我真的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女孩，我觉得我们俩根本就不匹配，不是吗？于可欣，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，我很清楚我自己要的是什么。我要找的不是合作伙伴，我只是很单纯的喜欢你。你试着相信我好吗？好，盛总。那今天下班先别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行，那我们先回去工作。哎，别走。可欣，等很久了吧？有点工作耽搁了。啊，没有，等你的时间刚好整理了一下工作。盛总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可欣，我这个人呢，不会什么甜言蜜语，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很在意你。我看见你就会很开心，看不见你就会很想你。这2天我很难受，不想再等了。可欣，我喜欢你。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好，我答应。
哇，这项链真好看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准备的有一段时间了，想着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给你，看来就是今天了。那盛川先生以后请多指教。于可欣女士，请多关照。好的。再等会儿，早点睡觉。手上放个东西，一会儿就好。小傻瓜，什么时候发现我不开心呢？可欣，哎，你看这内容，我记得你做过。对，哎，就上次那个。哎，可欣，你说盛总和程副总最近怎么都不说话了？他们是不是吵架了？他们本来就只是朋友，怎么可能听你说话？可我不觉得他们只是朋友，他们多般配呀！我才不觉得呢。盛总，这坐着，坐。哎，程副总，你也来了，这儿。盛总，以前您都不和我们下来吃饭的，程副总来了之后，您可是天天下来呢。哦，我觉得下来吃饭氛围也不错。程副总，您这么漂亮能干，怎么还没谈恋爱呢？因为我喜欢一个人很久了。不会是盛总吧？你们认识这么久，怎么也不发展呀？我有交往的女朋友了，叶子，你别乱点鸳鸯谱啊。佳期呢，我们只是朋友。您有交往的女朋友了？真的吗？对，有机会带给你们见见。你没看到吗？昨晚盛总发的朋友圈啊！天哪，没想到他一谈恋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偷拍的，拍的挺好看的。这盛总藏的够好的，我好好奇他女朋友什么样。就是，哎，看他这么喜欢的样子，他女朋友一定很厉害。原来他们对盛总的另一半期待值这么高，看来暂时绝对不让他们知道。放心，程副总让你去一趟他办公室。好。于可欣，你真可以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别怪我不客气。程副总，听说您找我。凌氏集团最近在招合作伙伴，收个账目给你，拿着。程副总，按照要求，我们连提交资格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拿得下来？还是说你就是故意整我的？我就是故意的，怎样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我只看结果。如果做不到，我就把你调到后勤部。你以为凭你的能力，也配站在小川身边？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现在就拒绝，现在直接去后勤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办的。你怎么了，可心？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叶子怎么办？
我可能要去后勤部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去后勤部呀？你又没有重大工作失误。你看，这是陈佳琪给我的新指标，我完不成就得去后勤部。他是不是疯了啊？这个方案咱们连提交资格都没有，怎么完得成？可心，你是不是惹到他了呀？上回他也是这样，直接给你个让人头大的任务。我跟他确实是有过争执，但是，哎，能怎么办？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啊，就算有话说，我也不能怎么办吧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后勤那儿没有任何保障，随时都可能被解约。真是太高看程佳琪了，没想到他这么过分。算了算了，我先努力试试，说不定咱们还有机会，对不对？到底是什么案子啊？连我也不讲，会不会是程佳琪又做了什么？哎，叶子，这个案子一直是于可欣一个人负责吗？是啊，盛总，您不知道吗？是程副总分配的，还说如果完不成的话，要把他调到后勤部。您也知道的，这案子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。但可心说，她还是想努力。我们公司都没有投递资格，这不是努力就能做到的。程佳琪是故意的。行，哎，我来过的事先别跟于可欣说。好的，盛总。喂，杨浩，好久不见啊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哎呦，盛哥，难道你给我打电话？我们林总上任之后还挺忙啊，你最近那个活动搞得不错。别，哥你可别这么叫我，瘆人。我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联系联系你。如果忙，应该不会乱跑。这家伙的品味一直没变，应该还是那个。叶子，快帮我念念，看看上面说的是啥呀？经过研究决定，宁思关于林氏集团新奇招募的策划案没有通过，但鉴于宁思集团策划案质量突出，现邀请宁思与林氏集团合作推出520特别策划项目，详情电联。我真你做到了，可心宝贝儿，我们可心太牛了！我已经看到新奇招募的公告了。于可欣也失败了，一会儿我可以通知人事，你也收拾东西吧，毕竟以后你可是后勤部的人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陈副总。没错，我是没拿到新奇招募的案子，但是呢，我拿到了林氏集团520的项目组，已经在跟进了，你看一下。说什么？这可比新奇招募的案子资金还要高。陈佳琪，我是有能力站在盛川身边的，我呢一直很尊敬你，希望你以后别再做让我看不起你的事。哎呀，你想牵手就直说嘛，哥哥你怎么谈恋爱跟小孩呀？我这不是怕你嫌弃我吗？哎，好了，你吃吧，这都是你喜欢吃的。盛总，可惜你们知道我要离婚了，既然你们看到了，那我就直说吧。没错，我的女朋友就是于可欣。我的天哪，你们也太隐蔽了，是我没想到的。就是啊，你们这也太劲爆了吧！我这不觉得还不是时候吗？哎，叶子啊，趁你们俩就替我先保密嘛，好不好？当然，但是你们是不是得拿出点诚意来？比如现在请我们吃点喝点，顺便讲讲你们的爱情故事。没问题，下一场我请。菜都上齐了，大家赶紧先吃饭呗。那不得先说说你们俩是怎么回事？我好奇的可吃不下饭。先吃饭，边吃边问。你们想问什么，我们都会如实回答。叶子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呀？你还说我？哎，你别胡扯！
我们哪有你们劲爆？快说，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？1个月左右吧。他生病回来那次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谁先表的白？在哪儿表的白？当然是我，在我的办公室。你们也太牛了，藏的可真好。盛总那天黏在食堂说自己有女朋友，可惜还呛着了。我说呢，我那天还不知所谓的八卦您和程副总。抱歉，敬2位一杯。快赶紧干一杯！我的胡言乱语千万别放在心上。盛总，我希望您不是一时兴起，希望您能好好对可心。可心这丫头吧，很傻很单纯，对于认定的爱情总是义无反顾的一头扎进去，最后受伤的总是她。放心吧，我是真心喜欢他的，会好好爱护他，并且我是以结婚为前提和他交往。可心，你快看看我们公司的大群吧。什么事儿？别难过，可心，我知道你每个案子都是怎么完成的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陈东那个人渣居然也敢出来撒谎，是陈佳熙做的。你不觉得这些事儿做的准备太充分了吗？偏偏挑在盛川出差的这几天，最了解盛川那些事的不就是他吗？走，我们去找他算账，他这人欺人太甚。别去，我们都没有证据，去了反而让人口实。叶子，盛川他骗我，说什么认真跟我交往，结果呢，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。如果当时知道，我绝对不会靠近他一步的。他估计不是故意骗你的，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别难过，可心，我觉得他是真心对你的。有些人脸皮真的好厚，这个时候都能无动于衷的坐在位子上。说什么你？谁敢多说一句？你没事吧？陈佳琪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凭什么随随便便就能得到你？既然他不走，我不介意亲自送他离开。真没想到你能这么丧心病狂，陈佳琪，你以为你毁了他？不，你是毁了你自己。明天审查组的人就来了，现场直播。如果你插手，只会让于可心更难看。不信你就试试。叶子，可心她去哪了？他心情不好，说想出去安静一会儿。要不盛总您去天台上看看？谢谢啊。您做好点心理准备。可心他对于您身份上的隐瞒还是挺生气的。可心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，我会好好解决。你怎么解释？用你盛世太子爷的身份解释？那我呢？那我不是成了他们口中说的那种人了吗？那些事即使我不认可，他们也会觉得是我做的。可心，你听我说，明天审查组的人就过来了，我担心他们会对你不利，我不想让你受到伤害。不管是谁来的都一样，我的事不用你搞。你能告诉我审查组会来已经足够了，剩下事不用你插手。你生气了？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我只是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你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骗我都是事实。陈组长你好，我是瑞尚公司的副总经理陈佳期。由于总经理盛川与本次案子有所牵连，所以说接下来由我全程配合您的工作。陈副经理，地点准备好了吧？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这边请。当事人怎么还不到？时间快到了，如果超过30分钟，就会视为自动承认过失。这不还有10分钟？
人组长是不是有点贪心？于可欣那种货色，胆小懦弱又没有背景，盛川也不支援，害怕退缩很正常。他最好今天呢。不好意思，各位领导，因为有些事情耽搁了。既然人员已经到齐，那就开始吧。本次针对瑞尚女员工于可欣工作内容审查正式开始。调查内容有以下3点：第一，盛世集团30年庆典策划案；第二，凌峰集团策划案，奖金180万；第三，生活不检点，影响工作。于可欣，我们收到的举报内容是，经你手的这2起案件，奖金获得方式不正当，一旦我们查清，就会以法律手段维权。再就是你私生活混乱，对公司影响不好，我们也会做辞退处理。对于以上的指控和举报，我们是否承认？以上3点举证我皆不承认。不承认？那你可有什么举证啊？现在呢，我就用我的电脑播放一下我的举证。由视频可知，我从上午等到深夜，除了中途上了几次厕所，再没有离开过。直到深夜，亲自把案件交到他们陈部长手上才离开。如果真的是靠盛川的话，为什么我会这么辛苦、这么累的等17个小时，只为了把这个案件交到他们手上，而不是让盛川直接帮我报实行呢？现在有请我的第一个证人。大家都说我和盛川是好朋友，那为什么策划案不是他直接交到我？再次，我和于可欣只吃饭时偶遇，甚至盛川当时并不在现场，他大可以直接跟我介绍说这是盛川的女朋友，然后顺理成章拿到项目，可他并没有。到最后，新奇项目的策划案其实并没有通过，不过策划案稀疏，520项目自然交到了他。现在呢，请我第二个。糟了，陈东要是把我供出来，岂不是完蛋了？于可欣，你真够厉害的。完了，坏我好事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陈佳熙给你钱是，现在你只有一条，你自己去向沈长泽解释。你是怀恨在心才胡说的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会向警察告你，受贿诽谤。到时候警察去公司揭开你真面目，这事儿谁负责任？其实是因为我劈腿，于可欣才和我分手，然后这件事还被我新女友知道了，把我给甩了。我怀恨在心，才在群里胡说八道。以上就是我的3个举证，各位组长有什么疑问的话还可以问。经过对内部员工于可欣的审查，没有发现不正当行为，一切正常。可欣，累了吧？要不今天先别上班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可欣，程副总让你去一趟会议室。他又想干嘛？可欣别去。于可欣，你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常副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像陈东那种人是不可能帮我开脱的，唯一的解释就是你不让他说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想拿这件事情威胁我吧？陈佳琪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到公司那几天，我在想，怎么会有你这样又好看又漂亮的女人？我想你一定很不容易吧。当时呢，也挺喜欢你的。我知道你是盛川的好朋友，我只希望你能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只有深浅，没有谁配不上。可欣，你知道吗？程佳琪辞职啦！辞职了？对呀，昨天你不是没来吗？他下午交的辞职信，今天开始就没来了。
对了，你和盛总怎么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一直给我发消息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什么辞职信？集体辞职？程佳琪走了，盛总走了，现在你也要走，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盛总也离职了？对呀，他不是真实身份都被爆出来了吗？还怎么待下去？估计是回盛世集团当他的太子爷喽。也是，我们俩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不走了，不辞职啦，姐以后陪你好好干。呀，这人啊？不知道，客户要求匿名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都不让我签收了吗？看来是忘在楼下车里了。没事没事，不用签了。佳，你怎么看我有点眼神？不是，我就是个跑腿儿的。把你口袋夹亮看。哎，这不能不，这不给摘。叫什么叫？没见过哄女朋友的。你现在可吓不到我，毕竟你只是个跑腿儿的，又不是我们上司，对吧？堂堂盛世太子爷，那还不是因为你，我给你发信息你不回，打电话你不接，那我想见见你又怕你不开心，只能买点东西过来哄你开心啊。你们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追妻不该是这么追的吧？比如送什么豪车、奢侈品，又或者送上万朵玫瑰，把我们公司都铺满。不是，可心不喜欢这种，我要是这么做的话，他早就给我踹了。哎呦，没看出来盛大少爷这么纯情的嘛。知道不应该骗你，但我不是怕你难受啊。我不能没有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可心。陆川，你这个臭小子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？你就是这小子的女朋友于可心。天哪，不会有什么豪门狗血剧情吧？盛老爷子快40岁才有生，重视程度可想而知。不是，是前女友，都还没复合呢。什么？还没和好？孟川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说3天把人带过来，过多少天了？连人都没给哄好。小废！今天是看俺样子要挨打，过来。爸，您先别着急，我这不是在努力了吗？再说，可心马上就答应了。马上什么呀？我婚礼都筹备好了，都想着明年抱孙子了，你连人都没哄好，真不知道你个随谁呀？盛老爷子不是来撒狗血的，是来抓儿媳妇的，我震惊了。我们小川都告诉我，今天我也教训他，如果你要是不解气，我再揍他一顿，能不能再给人一机会？好，我都听伯父的。孟川，我警告你啊，我只能帮助你留住人，怎么哄，怎么求婚，你自己琢磨琢磨，别耽误我抱孙子。可心，谢谢你愿意留在我身边。我也爱你。